日前，一张模糊的飞行器图片曝光，疑似传说中的汉龙歼轰26，其前卫程度远超预期，采用无垂尾三角翼带压翼布局。在另一份相控阵雷达 TR 组件的用途表中，歼轰26以2200个12瓦的氮化镓组件名列榜首。而早在2018年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中，美国国防情报局就指出，中国正在平行研发2种隐身轰炸机，一种是传说已久的轰20，将担任战略和轰炸任务，与前射和陆基机动洲际导弹一起，构成中国的3位一体和打击力量。另一种就是首次见诸报道的歼轰 X， 将取代飞豹歼轰7，用于中程打击。与二战的黑色死神伊尔2、现代的 A10游珠这些对地攻击机不同，战斗轰炸机不是以前线的人员和坦克为打击目标，而是执行敌方纵深打击任务，作为战术轰炸机和反舰平台使用。战斗轰炸机通常都有大身板，以保证航程和载弹。高翼载以提升低空飞行稳定性，甚至为了平衡高翼载和低速起降需求，排上了变后掠翼，配备了低空地形追踪雷达等低空突防电子设备，并且大部分都是并联或者串联双座布置，以提高对地打击效率。至于空战能力，大部分能携带格斗弹用于自卫。典型的机型包括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设计的双座双发可变后掠翼的苏24，俄罗斯苏霍伊基于苏27、苏30多用途战斗机而开发的苏34。美军曾经十分重视战斗轰炸机，比如在越战期间装备的 F105，既能攻击压制防空导弹阵地，还能击落米格17。在海湾战争中，参战的66架 F-111投掷了整场战役中80%的精确激光导引弹药，包括 GBU-15和 GBU-28碉堡克星。另外还有由意大利、英国和西德联合开发的狂风战机，不过却是海湾战争中战损率最高的机型。歼轰7始于轰5前线轰炸机的换代计划。1974年的西沙海战暴露出空军的最大短板，即歼6、歼7战斗机腿太短，无力远程支援。轰5和轰6航程是够了，但没有任何空中自卫能力。而当时，欧洲的狂风战斗轰炸机刚首飞，中国军方遂于1976年提出了歼轰7的具体性能要求。1983年，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和603所正式启动了设计工作，陈义坚担任总设计师。彼时正值中国和西方关系蜜月期，中国军方详细考察了欧洲的狂风战机，只是太贵未能购买。但当年周恩来拍板引进的50台英国罗罗公司的斯贝 Mk202型涡扇发动机担当了重任。双发双座的歼轰7具备超低空突防能力，气动外形为后掠上单翼单垂尾全动水平尾翼的常规布局，装备232H 型多用途脉冲波普勒雷达，对空探测距离75千米，对海探测距离175千米。1988年12月14日，首席试飞员黄炳星完成首飞，第一批量产型于1994年出厂。装备了海军航空兵第6师16团。歼轰7A 由唐长虹接棒，他也是现任轰20的总设计师。歼轰7A 率先启用了全机3维数字化和电子预装配的无指设计，于2002年7月1日首飞，2004年10月开始装备航空兵部队，2017年3月停产，总计服役210余架。平分交付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歼轰7A 最大起飞重量提升13%，结构系统减重1吨多，最大外挂达到8至9吨，最大航程3950公里，作战半径1800公里。航电升级为第3代联合式航电，装备了中国第一种全波形机载火控雷达。JL-10A 多功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具备空超视距拦射、近距格斗、对地攻击、对海攻击和辅助导航等多种工作模式。
首次实现了32:1多普勒锐化成像，并在后续迭代中增加了合成孔径成像、移动目标指示等模式，有效地提高了该雷达的对地攻击能力。这也是空军最终装备歼轰 7A 的主要原因。歼轰 7A 的飞控采用了3余度数模混合控制增稳系统，与 F-15的 CAS 系统类似。歼轰 7A 实现了基本的飞控火控交联，提高了对地攻击精度和低空突防时的安全性能。同时，歼轰 7A 的最大过载达 7.5G， 改进版斯贝发动机涡扇9的军用推力为 5.5 吨，加力推力 9.5 吨。飞豹 A 在机内伴有2枚格斗弹及2名飞行员的空战场景中，空战推重比超过1，这个指标甚至超过某些推力不足的3代空优战机。飞豹是中国第一种完全自主设计制造的作战飞机，突破了新技术一般不超过 20% 的设计禁区，具有优良的低空超音速的海上打击和陆上纵深遮断攻击能力。不过飞豹命运多舛，如果不是海军的坚持，几乎就没有准生证。首飞时代表的是不超过70年代的技术水平，最终大批装备时，已经比国际主流落后了几乎20年。随着歼16多用途重型战斗机的量产和大量装备，航电深度升级的空中加油型歼轰 7B 已经下马。显然，第4代多用途战斗机已经代替了战斗轰炸机，美军用 F-15E 和 F-35来替代 F-11， 北约则以台风战机和 F-35替换了狂风战斗机。在攻防兼备、首战用我的今天，面对强敌，歼轰 7A 遂行超音速低空突防，而且全身而退是越来越难了。基于超音速隐身突防的战斗轰炸机歼轰26，才能代表前所未有的纵深穿透型进攻作战理念。事实上，隐身战斗轰炸机与美国空军曾经擦肩而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空军一直寻求发展一种 F-11及 F-117的后继机型。最初的计划是和美国海军合作，开发美国海军正在进行的 A-12重型舰载隐身攻击机的陆基版本。但是随着 A-12和后继的 AX 项目相继被取消，这一计划随之破产。因此，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出了 FB-22隐身战斗轰炸机的构想，以大幅度提升 F-22的对地攻击能力。FB-22抛弃了 F-22的传统型机翼布局，采用更大的65度后掠角的三角形机翼，尾部为槽型扰流器，省却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FB-22携带的燃料将比 F-22多 80%， 航程将是 F-22的2倍，超过3200公里。FB-22源自洛克希德马丁极为激进的无垂尾和水平尾翼的 X-44概念机，而且仅通过矢量发动机进行飞控，可极大提高轰炸机的隐身性能。虽然美国空军对 FB-22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但是美国空军并没有足够预算来支持这样一款全新的隐身战轰的研发，因此 FB-22一直停留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最终无疾而终。显然，不管是 F-35、F-22还是歼20的内置弹舱，能携带的对地攻击武器数量少，体积也有严格限制。如果使用外挂武器的方案，那么还不如使用传统的战斗轰炸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有一种体型更大的专用战斗轰炸机，能实现隐身突防，携带可观的有效对地攻击载荷，同时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多种设备可以和主力的隐形战斗机通用，这样就在生产和维护2个方面有效地降低成本，从而可以大量装备，同时保持极高出勤率和战备率。而未来的轰20绝对是一种真正的战略威慑性武器，定位和美国的 B2 一样，不到关键时刻没有必要使用。而轰6作为一种防区外导弹发射载机，正如美军已经服役70年的 B-52 一样，高性价比是它最大的标签。
歼轰26是成飞在歼20基础上深度改进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轰炸机，采用了类似下一代战机的前卫气动布局、无垂尾三角翼带压翼台式布局和背负式进气道设计。前2年，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中国目前正在展开6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并且透露中国的第6代隐身战斗机可能是科幻电影最大胆的想象都没有描述过的外形，这一定程度验证了歼轰26的前卫气动布局。歼轰26的最大起飞重量从歼20的37吨提高到50吨左右，尽管2台涡扇15的最大推力可达37吨，但与歼20相比，歼轰26的推重比仍然大幅下降。为此，歼轰26的后机身采用了类似飞翼的三角翼身整体布局，前机身采用了一对劲偶压翼，十分适合更大载弹量和航程的战斗轰炸机。三角翼机波阻力小，而超音速条件下机波阻力是阻力主要来源，因此三角翼比较适合超音速飞行。另外，三角翼有利于控制结构重量，内部空间大，易于增加燃油。当然，三角翼需要增加压翼来提高飞机的机动性能。歼轰26取消了垂尾和平尾，又可以大幅度减少约5%的结构重量和飞行阻力，降低飞机的雷达发射面积，实现全向隐身。而反观第5代战机，虽然采用了 V 型垂尾来降低雷达反射面，不过垂尾不断开合的舵面还是会暴露飞机行踪，所以第5代战斗机并不能实现全向隐身。无垂尾和平尾如何进行飞控，则是巨大的挑战。轰20或者攻击11这样采用飞翼的隐身战机，虽然也没有垂尾和平尾，但是因为势压因素且无空战需求，飞控的难度不是特别大。但歼轰26需要实现平飞超音速和一定的空战自卫能力，飞控难度则是地狱级的。歼轰26通过劲偶压翼、矢量发动机和主动射流控制的精密配合来实现复杂的飞控。压翼方面，成飞通过歼20的研制，已经在压翼涡升力、压翼隐形处理等方面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底蕴。台式布局的压翼可以实现俯仰控制、气动配平、产生涡升力3大功能。我们知道，当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它的气动焦点会越来越靠后。对于常规布局的固定翼飞机，是用水平尾翼产生负升力把屁股压下去；对于台式布局，则是通过增大压翼迎角，增大升力把机头抬起来。同时，因为无垂尾，歼轰26的压翼涡流走向也不需刻意避开垂尾，可以更高效地发挥增升作用，提升机动性的同时，还能增加航程和提高巡航速度。而矢量发动机方面，为了实现极致的发动机进气道隐形和红外隐形，歼轰26采用了背负式进气道，大仰角下吸气效率必然大为降低，即使添加类似 B2、B21 这样的辅助进气口，还是会一定程度牺牲大仰角机动性。另外，歼轰26的涡扇15的矢量喷管只有上下方2个控制舵面，左右是固定的，俯仰矢量操作肯定游刃有余。通过改变2台涡扇15的推力和矢量，配合压翼、水平机动和滚转性能等常规机动性还是不在话下。新加入的主动射流飞控则极具革命性。要知道，传统的可动舵面有做动筒，不但增加了机械的复杂性和重量，而且还有鼓包，影响气动表面的平整，形成阻力。同时，这些鼓包、缝隙和偏转的舵面还会增加雷达反射面积，在高威胁环境中十分不利。空气舵面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操控滞后。电传控制的空气舵面的机械偏转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所谓主动射流飞控，就是利用飞机发动机的气流，将其引向整个尾部，通过精细控制气流的流量和方向，实现更加敏捷的机动，就像飞船在太空中的姿态控制一样，从而替代传统的可动舵面，
翼面开缝与做洞筒随之消失，机翼整体性增强，所需结构强度下降。在保证飞机可操控性的前提下，可以降低机身整体重量，战机能够携带更多的有效载荷。比如我国的飞翼隐身无人机攻击11，其机翼上并没有出现襟翼做洞筒，也没有出现可动翼面必须的折叠缝，而是在每侧各有3个小孔，这6个小孔便是主动射流控制系统的燃气喷口。攻击11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现役应用了主动射流技术的无人机。虽然世界各国尚未有载人主动射流控制的战机出现，但是能够大幅提升飞行器隐身能力，降低结构重量的主动射流技术必将成为下一代隐身飞行器的核心特征。歼轰26采用主动射流技术，可以提前验证6代机的气动技术，成为5.5代机体平台，完全是合理创新之举。歼轰26的机动性主要是应对超视距空战，依赖超视距感知和超视距空导弹，绝非近距格斗所需的能量机动。全向隐身突防的优先级显然排在压倒性的首位，同时得益于革命性的气动布局和飞控，其任务包线相信也非常好看。战斗轰炸机必须具备可观的航程。歼轰7在搭载6.5吨弹药的情况下，作战半径为1600公里，无需空中加油，仅靠内油和外挂油箱，可以在第一岛链游刃有余实施轰炸。随着解放军海空战力的猛增，以及火箭军部队接连列装射程更远的各类火箭弹和导弹，此前基本以第一岛链为立足点，并试图以此锁住中国的美军，显然有着更强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队部署态势中，美军出现了从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的转攻为守的现象。近年来的美军正在逐步重启2战时期修建的太平洋岛屿机场和基地，比如马里亚纳群岛中的提尼安岛。2战期间曾是美军轰炸机部队的重要基地之一，所以歼轰26的第一条硬指标便是能够打击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不依赖空中加油的实用作战半径需要达到3000公里。空中加油一次，能够打击印度洋的美军在海外最神秘且最重要的资产——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歼轰26的航程远超重型多用途战机，甚至超过俄罗斯超音速轰炸机逆火的2500公里作战半径。歼轰26的首要作战目标便是以反舰导弹攻击美军航母战斗群，将代替轰6成为最有效的空击反舰平台。轰6反舰型赋予了中国海军航空兵在缺乏海外基地的纵深海域执行一定反舰任务的能力，等于将中国海上防御圈外推1500公里以上。美军 FA-18E/F 战斗机的巡逻半径超过700公里，携带6枚超声速反舰导弹，鹰击12的轰6只能在突破舰载机防御圈后才能发起攻击，但轰6基本不具备突防能力，必须伴随护航战斗机，而战斗机又因航程不足难以提供全程护航。虽然轰6还能携带1枚鹰击21高超声速反舰弹道导弹，尚能在防区外进行反舰攻击，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轰6改进到何种程度，都无法改变平台本身早已过时的窘境。而俄罗斯依靠超音速突防的逆火轰炸机，挂载 KH-32远程反舰导弹，在相距航母战斗群大约1000公里爬升至高空后打开加力，当速度达到 1.5 瓦赫以上时发射导弹。由于轰炸机正以高空超声速方式穿透舰载机防线， F-18很难实施有效拦截。KH-32的突防速度高达3马赫，留给航母战斗群拦截的时间仅10多分钟。一个轰炸中队可以出动12架逆火，在这样的饱和攻击下，极大概率可重创美军航母战斗群。显然，逆火轰炸机的超音速突防反舰作战方案给了美军巨大的防空压力，
当年美军的 AIM-54凤凰空导弹、F-14熊猫式战斗机、宙斯盾战斗系统，都是为对应这样的战术而生。歼轰26则代表了全新的隐形超音速纵深穿透型突防战术，攻击效率和安全性远超逆火轰炸机。歼轰26的内置弹舱能够搭载反舰导弹是另外一条硬指标，而鹰击12反舰导弹长7米，弹径约 0.6米；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全长约 8.5米，全宽约 0.85米。歼轰26必须拥有庞大的内置弹舱，因为采用背负式进气道，整个机身和机翼下部可以灵活布置多个不同类型弹舱。歼轰26可以携带2枚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鹰击21的射程达到1500公里。在这样的距离上，超音速隐身突防的歼轰26与高超音速突防的鹰击21互相配合，将构成无比强大而且灵活的航母打击体系，彻底剥夺美军的西太平洋海权。相对于反舰、打击关岛这样的西太平洋超级堡垒，歼轰26的优势更加明显。歼轰26出现之前，关岛快递东风26这样的中程弹道导弹并不能实施有效打击。以打击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为例，安德森基地共有2条跑道，长度分别是3218米和3409米。战术飞机的起飞距离取均值600米，这样一来，需要将每条跑道截成6段，2条跑道总共需要10枚导弹进行攻击。现代反跑道弹药多采用撒布器或子母弹进行大范围攻击，以便在跑道上形成一连串弹坑，而东风26的命中精度也必须考虑在内。安德森基地的跑道宽61米。和东风26命中精度30米相当，再考虑子母弹的撒布范围，一次瘫痪跑道就需要20枚东风26。由于美军在关岛已经部署有萨德、爱国者 PAC-3反导系统和搭载标准3导弹的海基宙斯盾舰，假设美军的拦截成功率为 50%， 那么东风26的需求数量就上升到40枚。这个数量已经是推测的东风26实际装备数量。美军在安德森基地部署了强大的机场跑道维修力量，通过速干水泥和铺设预制钢板的形式进行快速修复，一般只需2小时即可将机场跑道恢复至可用状态。因此，要将安德森空军基地压制一整天，则需要400多枚东风26导弹进行反复攻击才能奏效。相对于机场跑道，巨型油库则比较好攻击。8座露天巨型油库需要32枚东风26即可摧毁，但是安德森基地的机库和弹药库多为加固型仓库，而指挥中心 Nuscale Power 开发的小型供电和反应堆则深埋于地下，需用不同型号的钻地弹药进行高精度攻击。耗费的东风26导弹数量惊人，而且收效也不大。不难看出，仅仅是对安德森空军基地实施有效压制，短暂时间就需要耗费数百上千枚东风26。而如果要攻击关岛分布于130平方公里的1000多个目标，需要耗费的东风26导弹数量将达到令人咋舌的数千上万枚。最近，美军一直在加强关岛的防空反导能力，围绕关岛北部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海军陆战队新建的布拉兹营基地以及关岛中部的海军基地，美军新增了20个反导阵地，是重金打造的增强型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 EIMD 的一部分。号称关岛将拥有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空中防御。根据关岛独特的地理位置量身定制的陆基宙斯盾系统将成为 EIMD 的核心，把宙斯盾战舰使用的 AN-STAR 异箱控阵雷达和 NK-41垂直发射系统移植到岸上。主要配备的拦截导弹是针对洲际导弹实施中断拦截的标准3系列导弹，还将配备标准6防空导弹。
荷兰捷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中的滑翔阶段拦截器。美国导弹防御局将于2024年12月对关岛综合防空反导体系进行测试，其中包括试射最先进的标准3 Block 2A 拦截导弹。另外，持久盾牌系统还能发射 AIM-9X 响尾蛇导弹，负责拦截低空和超低空的巡航导弹、无人机甚至火箭弹。美军还是不放心，还把一套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的铁穹系统搬上了关岛。所以战时，我军必须构建以歼轰26为核心的组合火力，才能有效打击关岛。我军将从东南沿海发射射程4500公里的陆基东风26、055驱逐舰和轰 6K， 在防区外可以发射射程2500公里的常见实巡航导弹。歼轰26发射射程500公里的鹰击98防区外隐身巡航导弹，以压制关岛的机场、防空及反导阵地，掩护歼轰26进行突防。显然，光靠远程导弹无法瘫痪关岛的防空反导设施。不过，在关岛的防空反导火力被压制的窗口期，第一波次突防的歼轰26携带鹰击91反辐射导弹，凭借优异的隐身能力突防至关岛外围100公里，发射鹰击91抵近精确摧毁关岛的预警雷达和制导雷达。可见，歼轰26的对地打击首要能力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遂行防空压制的能力。歼16D 电子攻击战机的航程不够，而无法灵活地配合歼轰26进行随队支援干扰。运8、运9干扰机只能在防区外进行支援干扰，所以歼轰26的电子战能力和全向隐身能力是保证其制电磁权和穿透型制空权的核心基础。电子战的电磁态势感知方面，歼轰26将具备10多个天线接收单元，可提供360度信号接收能力。通过对接收的各类辐射源信号的分析，可识别辐射源类型、工作模式、工作状态等信息。例如，敌方相控阵体制预警雷达在搜索发现目标后，为了稳定跟踪，可能要采取提高数据率、改变脉冲参数等操作。而歼轰26具备识别自身是否被预警雷达跟踪的能力，以便采取规避措施或者其他对抗和欺骗策略。同时，在200公里外，歼轰26通过长基线干涉仪能够迅速对辐射源进行定位，引导反辐射导弹对电磁目标进行硬摧毁。除了被动电子战系统，在隐身状态下实现主动电子干扰也完全可行。大功率、全频谱的天女散花式的电磁压制对于歼轰26是不现实的。反之，歼轰26的电磁攻击的波数在信号特征上具有高度针对性，在空间方向上具有高度方向性，能量大大集中高效。与传统的无差别压制相比，这好比精确制导炸弹与地毯式轰炸的差别。高度针对性、方向性很强的电磁攻击也降低了在视线外其他方向被截获的可能性。首轮波次的歼轰26端掉关岛的防空体系后，后续波次的打击重点是地下军事设施。虽然中国装备了东风15C 钻地导弹，具备打击20米深混凝土工事目标的能力，但最远射程仅700公里，且目前只能陆基发射，无法对关岛实施攻击，所以取得制空权后，投掷各种激光制导钻地弹还是效费比最佳的打击手段。后续波次的歼轰26携带地保克星云剑1000型1吨级重型钻地弹，能穿透6米厚钢筋混凝土，或者是60米厚的硬质土层，最大射程20公里，误差小于3米，采用共轭暴风原理。其战斗部分为前后2部分，第一部分钻入目标后，会拉开与后面部分的距离，在一个特殊的距离上，前后2部分同时引爆，利用2部分爆轰波叠加的效应来极大增强穿身，从而彻底摧毁关岛的地下工事。高度隐身的歼轰26不仅擅长海上打击和遮断攻击，还具有强大的信息监视侦察能力，成为察打兼优的体系作战关键节点。也就是说，
歼轰26不仅可以直接出手，发动打击，也可以隐蔽前出，侦察监视各种目标，引导其他打击手段，比如从飞隐身轰炸机、水面舰艇、潜艇、陆基机动发射系统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同时保存自己的弹药，以便抵近对最敏感和转瞬即逝的关键目标发动致命一击。现代战场上目标多，种类繁杂，任何作战平台都有弹仓容量问题。充分发挥体系的打击能力而保存自己的弹药，对提高体系作战效能至关重要。歼轰26隐身战斗轰炸机是真正的踹门利器，随着中国冲破第1、第2岛链，其战术价值可能比歼20还要大。这样的战机当然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而且空军规模必须足够强大且足够细分。歼轰7代表了中国航空的完全自主艰难起飞，歼20代表了中国航空科技迈入世界第1梯队，轰20代表了中国空军迈入战略空军阶段，歼轰26代表的则是全新的空中战争理念，代表了中国航空科技渐入自由王国。让我们拭目以待。